在茂密的高林中，夜幕笼罩，一群疲惫的人隐居在火堆旁。萧炎站在他们中间，突然伸手掏出一些丹药，笑着分给大家。众人接过后，纷纷行礼，心怀感激。随着丹药的服用，人们纷纷开始修炼，准备明天抵达迦南学院。萧炎和众人交谈一阵，他提到明天即将回到学院，看起来有些期待。他不禁回忆起这几天的奔波，对途中的贪婪追随者有些感慨。夜晚的森林里，火光映照出疲惫的面孔。萧炎与苏谦、小医仙等人商量着明天的计划，然后他离开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学习新获得的持反斗技。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尾随，不过有萧门与迦南学院的强者在，他们也能应付。突然，一个狡诈的声音响起，原来是阴山老人。他出现在萧炎身后，嘲笑着道别。然而，当他准备进入森林时，一阵淡淡的笑声响起。声音传来，阴山老人的身影陡然停滞，苍老身影仅仅是僵硬了一瞬，便是迅速恢复，旋即也不回头，直接是一头对着那黑暗的森林之中爆射而去。苍老身影刚刚撞进黑暗森林，一道凌厉的寒芒陡然自其中闪掠而出，旋即带起令的人浑身汗毛为之一束的森然劲风，刁钻而狠毒的直射前者咽喉。突如其来的攻击令得苍老人隐有所措手不及，不过好在其实力不弱，当下喉咙间传出一道低喝之声，面前空间陡然扭曲了起来，而那寒芒也是因为扭曲的空间而偏离了轨道，从其肩膀处飞掠而出。是谁？躲避开攻击，苍老人影也是一声怒喝，袖袍一挥，干枯的手爪陡然一握，旋即带起几道若隐若现的能量劲弧，狠狠地对着黑暗的森林某处抓去。5道凌厉劲风自苍老人影手爪之上爆射而出，直接是将森林之中的几棵足有大腿粗壮的巨树抓得爆裂开来，树屑四下飞舞。攻击并未击中目标，苍老人影脸色也是微微一变，刚欲闪退，一道白色倩影陡然如鬼魅般的闪现而出，一股带着细微腥味的灰色雾气迎面扑来。雾气上还未接触到身体，苍老人影便是有所察觉，经验丰富的他一眼便知这东西蕴含剧毒，当下袖袍一挥，狂猛劲风自袖中暴涌而出，旋即将灰色雾气吹开，而借助此般阻碍，其脚尖一点虚空，身形猛然拔升天际，最后噗的一声冲破森林中那茂密的树枝丛。破出森林，苍老人影刚欲逃遁，然而刚刚抬头，身体便是陡然凝固了下来，旋即脸色略显难看的望着天空上那悬浮的白发老者。苏谦，牙齿中透出一抹冷声，苍老人影微微偏头，露出一张熟悉的脸庞，赫然便是那位主动放弃了菩提化体弦的阴山老人。哼，阴老先生手段还真是不小啊，竟然能够将灵魂力量藏在菩提化体弦之中，连我都是寻不出来。一道轻笑从阴山老人身后响起，后者猛然转头，却是见到萧炎震动着碧绿火翼，也是出现在了这片林海之上。没想到竟然被你发现了，还有一人呢，也叫出来吧。阴山老人面色略有些阴沉，旋即猛地望着林海之下，冷喝道。阴山老人喝声落下，茂密树枝便是一阵颤抖，旋即一道妙曼的白色倩影径直闪掠而出，最后白裙飘飘的出现在半空处，略有些飘忽的身影，刚好是将阴山老人的退路封死。哼，你这老怪可真是狡诈，若非萧炎身为炼药师，灵魂感知异常敏锐的话，恐怕还真是发现不了你的灵魂躲在菩提化体弦之中。苏谦笑眯眯地望着阴山老人，笑着道：既然察觉到了我，为何不早早动手？阴山老人冷笑道，他当初将灵魂暗中的藏于菩提化体弦之中，其实便是打算等着萧炎与寒风等人大打出手，打个两败俱伤之后，再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手将菩提化体弦取走。但最终的结果却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美好。萧炎以雷霆手段将方圆3位魔岩谷长老击杀，然后施展佛怒火莲，令得寒风与莫天行暗中忌惮，只能退去。如此一来，却是让的小医仙与苏谦最大化的保存了战力。以阴山老人的实力，或许能够与他们之中的一人单打独斗而不败，但若是以1敌2的话，落败几乎是毫无悬念。前2日身后追兵太多，没时间顾及你。而且不得不说，你这灵魂隐藏的法子的确颇为奇异，我只能感觉到，可却也寻不出来。毕竟在这种后面有着无数贪婪追兵的情况下，我不可能将菩提化体弦取出来，好好的来回检验。萧炎微微一笑道：而且我也知道，就这2日，你便会自动现身，因为你也知道，万一等到了迦南学院，我有了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菩提化体弦，到时候你定然会被揪出来。所以，原来你是故意单独离开，为的就是要让老夫自己现身。阴山老人脸皮抖了抖，他倒是没想到自己竟然暗中被萧炎算计了一次。自己原以为毫无破绽的藏身计划，原来早就被萧炎发现。萧炎笑了笑，目光在阴山老人那虚幻的身体上扫了扫，淡笑道：阴老先生，还是请将菩提化体弦交给我吧。今日之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虽说你现在只是灵魂状态，可若是这灵魂被我们打散的话，怕你的本体也是会出现不小的创伤。而且凭借着感应，我或许能知道一点你本体的位置。阴山老人脸色微微变幻，旋即怪笑道：小子，你还真当老夫这么多年是被吓大的不成？你若真是要逼，老夫当场就把这菩提化体弦给毁了，到时候看你能如何。阴老先生所施展的这种灵魂分身之法，似乎必须本体在不远的距离吧？这就是说，你现在的本体就在我们的不远处，
如果我没敢应错的话，萧炎眼眸微眯，片刻后陡然一怔，手指指向北方那黑暗的森林，冷笑道：“你的本体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吧？”见到萧炎手指所指的方向，即便是以阴山老人的心计，脸色也是忍不住的变了变。他修习的功法颇为奇特，灵魂分身若是被打散了，他顶多会处于虚弱期，修炼一段时间便会再次恢复。可若是本体被寻出来，那对于他来说，可就真正的是致命危机了。所以每一次施展功法时，阴山老人都是会将本体放于一个最为隐蔽与安全的地方。然而如今那个方位直接是被萧炎给指了出来，那也就是说，若是让的后者仔细寻找的话，说不定还真的能将他的本体确切方位给寻出来。到时候望着那脸色在月光下不断变换的阴山老人，萧炎脸庞上的冷意也是略微消缓，轻声道：“阴老先生，在下敬你是黑角域前辈，所以未曾直接让人动手。只要你能将菩提化体衔还回，我萧炎保证，你会丝毫不损的离开。”面对着萧炎这轮番威胁与好言相劝，那阴山老人变幻的脸色也是好片刻后方才逐渐凝定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缓缓地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苏千与小医仙身上扫过，感受着二人身体之上弥漫的灵力气势，他也只得苦笑了一声。别说他现在只是一个灵魂分身，就算是巅峰状态，他也难以从这两人手中顺利逃脱。果然是前浪推后浪，看来这黑角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。也罢，算你小子狠。这菩提化体弦，阴山老人摇着头叹息了一声，旋即微微举起手中的玉盒，迟疑了一下，终于是咬牙对着萧炎甩了过去：“给你。”微笑着望着那被甩至而来的玉盒，萧炎笑了笑，却并未直接用手接过，而是屈指一弹，一股暗劲涌出，将玉盒接住，然后控制着它小心翼翼地悬浮在面前。望着萧炎的这般谨慎，阴山老人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，旋即冷声道：“哼，即便你得到了菩提化体弦，怕也难以知道其背后那菩提心的消息。在下的目标并非是那遥不可及的菩提心，而是这菩提化体弦。”萧炎微微一笑，声音轻柔的道。听着萧炎的话语，那一旁俏脸清冷的小医仙微微一怔，旋即那对清澈见底的眸子之中掠过一抹感动。他自然是知道，为了帮他控制恶男毒体，萧炎费尽了多少心机，甚至最后都是甘心与这些实力恐怖的老家伙为敌。心中虽然感动，但以小医仙的性子，自然是不会太过于流露而出。但那如古井般的心境中，却是荡起了一丝轻柔涟漪，令得那原本冷漠冰封的心悄然溶解。哼，说得好听，没想到这么多人来抢夺菩提化体弦，最后却是落在了你手中。告辞。阴山老人撇了撇嘴，旋即也不废话，身形一颤，便是逐渐变得虚幻，片刻后彻底的消失不见。阴山老人灵魂消散的速度极为快捷，仅仅是片刻时间，那道灵魂便是脱离了萧炎的感应范围，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。见到阴山老人将菩提化体弦交出，小医仙与苏千也是松了一口气，身形一动，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身旁，望着那悬浮在其身旁的玉盒，不由得笑道：“总算是让这老家伙放弃了。”闻言，萧炎嘴角却是浮现一抹诡异笑容，微微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哪有那么容易？这个老狐狸啊！”话音落下，萧炎屈指一弹，无形的陨落星炎便是自指间蹿升而出，最后直接是一口将玉盒吞噬而尽。在陨落星炎那高温之下，玉盒眨眼间便是化为粉末，露出了其中那宛如活物一般缓缓蠕动的菩提化体弦。萧炎目光斜瞟了一眼，旋即脸庞掀起一抹冷笑，控制着一丝陨落星炎，缓缓地将后者包裹而尽。随着陨落星炎的包裹，那菩提化体弦某处猛然一颤，旋即一丝丝白烟冒腾而出，在那细微的嗤嗤声音中，似乎隐隐间有着一道惨叫声响。在距萧炎等人千米之外的一处山崖山洞之中，灵魂刚刚归体的阴山老人脸色突然一变，一口鲜血突兀的自嘴中喷了出来，旋即其猛然抬头，目光恶狠狠地望着萧炎等人所在的方位，嘶声道：“好狠，好谨慎的小子，老夫记着你了。”灵海之上，萧炎笑眯眯地将菩提化体弦重新取了个玉盒装上，懒懒地伸了懒腰，轻笑道：“总算是把这隐患给消除了去，现在可以是安稳地回迦南学院了。”在黑角域和迦南学院的交接处，有一座安静的小镇，被阳光照耀着，门口的匾额上写着“和平镇”。萧炎一行人翻越山峰，看到小镇时如释重负。苏千说：“小镇是安全的，迦南学院已经得知消息，准备在小镇迎接他们。”小镇入口的人影中，一些不甘心的追兵逐渐散去。苏千告诉萧炎：“他们可以安心吗？”萧炎点头，朝小镇方向跃下，其他强者紧随其后。在小镇，人们欢迎他们的到来。一位灰袍人影站在高耸的巨树上，注视着萧炎等人远去，露出阴寒的笑容，是寒风。他发誓不会轻易放过萧炎，但此刻只能暂且等待。进入和平镇后，人们纷纷欢呼，学院的长老们也前来迎接。虎前，一个长老笑称自己的眼光毒辣，他指出寒门已经成为学院最强大的势力之一。学院的学员对萧炎充满好奇与敬意，尤其是一些女生纷纷发出欢快的笑声。苏千提醒大家要看紧黑角域的入口，不用报告直接出手。虎前喝令执法队留下巡逻。虎前告别，邀请萧炎回学院，说天焚炼气塔需要激活，而且提到盘门。苏千解释，盘门已经成为强大势力，内院的前50名中有30多人属于盘门。学员们在散开时，仍然对萧炎投来炽热目光。
苏千提一回学院，对于萧炎而言，这是回到从少年成长为强者的地方。他对盘门的未来心怀期待。时隔2年，他终于再次踏上迦南学院的土地。距离迦南学院不远，当萧炎一行人中午抵达时，他们并未在外院逗留太久。苏千领着大家径直进入了内院，穿过了茫茫深山。萧炎等人速度很快，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就穿越了原本显得危险的深山。一看到熟悉的山涧，萧炎就知道内院到了。在苏千的引领下，大家顺利进入了被空间遮掩的内院。穿过银色大门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。望着这片熟悉的森林，萧炎感到一丝触动和怀念。在这里的火能争夺赛，是他进入内院后创下小小名声的地方。苏千提到当年的事迹，萧炎微笑着回忆。告别后，他径直进入了森林，苏千等人紧随其后。穿过森林，巨大的内院再次映入眼帘。站在斜坡上，萧炎俯视着内院，发现规模比2年前更大，录取条件也宽松了些。内院充满了生机，竞争更加激烈。一行人停在内院大门前，苏千告诉萧炎盘门总部的位置，然后带着小医仙等人离去，留下萧炎独自在原地。目送着他们离去，萧炎吐出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他感觉心情轻松了很多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年轻人，而不是老成的老者。在内院漫步，萧炎随便询问了盘门总部的位置。走了10分钟后，他来到了盘门总部前，看到4名冷肃的守卫，他轻松地闪进了盘门，心中暗笑，这是自己变成了传说中的人物。进入盘门，他被庄园的宽敞震惊了。朝着山庄行进，他看到4名守卫，不禁觉得有些新奇。接着，他走进了空地，听到欢呼声，发现了正在炼药的星兰学姐。星兰成功炼制了4品丹药，引来了掌声和赞美。周围的学员纷纷表扬她炼药术精湛，甚至有人幻想娶她就不愁没丹药吃了。萧炎暗自好笑，感受到了自己的传奇色彩。突然，他感到一双清冷的目光注视着自己，抬头一看，发现星兰学姐正在凝视着他，冷冽的声音响起，问他说了什么，可惜了。看着那一对清冷妙目将自己锁定的蓝衣女子，再偏头看看周围那一道道目光，萧炎不由略有点尴尬，旋即干咳了一声，笑道：若是你在炼丹时火候能够再精准一些，运丹的时候时间能再长一点，这枚天气丹的品质应该会更好一些，所以方才忍不住说了一声可惜。见到萧炎竟然如此不客气的，便是暗中将蓝衣女子稍稍教训了一通，周围众人不由得有些哗然，旋即目光惊愕地望着这胆大包天的家伙。在这内院之中，能够有资格在炼丹术上给后者提意见的人，可不足5人之数，而这5人大多都是炼药系的长老。这位看上去颇为年轻的黑袍青年，可明显不在此列。那台上的蓝衣女子也是因为萧炎这话愣了愣，虽然隐隐中她觉得如果按照萧炎所说的话，丹药品质或许会更好一点，但其性格颇为冷傲，若是提意见，这人是一位炼药系的长老，他倒是能够悉心听取，可看萧炎的年龄明显与他相差不多，这样一来可就令得他有些难以接受，连带着俏脸也是有些不太好看的道。你是何人？难道随便说一下还得看人不成？若是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便当耳旁风过了吧。萧炎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的道。被萧炎这平淡的话语堵了一下，星兰明显智了智，在这内院之中，可是极少会有人如此与他说话。当下微咬着银牙道：此处是盘门总部，只能盘门成员进入，我看你竟然连徽章都不佩戴便随意走动，这可是不符规矩。你是隶属哪个系的？听得星兰的话，那周围的盘门成员也是发现了萧炎并未佩戴徽章，当下目光便是警惕了许多。盘门有着严格规矩，行走于盘门之中必须佩戴徽章，这条规矩几乎所有盘门成员都是知晓，因此很少会出现类似萧炎这种情况。毕竟如今的盘门可不再像当年那般松散。我来找人。感受着周围那些戒备般的目光，萧炎也是有些无奈。2年没回内院，没想到一来就竟然还面临被盘问的尴尬事情。找人？外人若是要进入盘门寻人，可是得让人领路的，无状瞎闯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星兰缓步行下高台，旋即带起一股淡淡的幽香，出现在萧炎面前，目光在后者脸庞上扫了扫，那股熟悉的感觉越发的浓郁了许多，连带着原本有些冷意的口气也是缓了一点。下次注意一点吧。你要找谁？虎家和吴昊吧，让他们来见一下我。萧炎烧了烧头，笑道。这话落下，星兰以及周围的人脸色不由得有些古怪了起来。如今吴昊与虎家在内院的地方可是非同凡响，即便是盘门的成员也颇少看见，而面前这黑袍青年居然直接开口让这2位出来见他一下。虎家学姐与吴昊学长平日事情颇多，要见他们可不容易，而且这内院想见他们2人的可不止你一人。星兰摇了摇头，先手掠了略额前的青丝，语气平淡的道：他现在已经将萧炎当作那种偷偷混进盘门的寻常学员了，这种人并非是第一次出现。在大厅中，众人分席而坐，萧炎微笑着望着对面的2人。吴昊倒是在黑角域时见过一次，未有多大的变化。至于虎家妖，倒是从以往的小妖女直接变成了这副清爽干练的模样，一头短发，令得她少了一丝女子的柔弱，多了一分英气。这2年，大家都是或多或少的有着一些变化。分别已久，如今见面，几人之间自然是少不了一番热谈。吴昊脸上的笑容对于萧炎并未减弱，而虎家则表达了对萧炎的不满，但总体上依然对再次见到萧炎感到兴奋。
2年时间，你们也都成为斗王强者了，恭喜了。萧炎捧着茶杯，笑着叹了一声。他回忆起当年这些人刚刚进入内院时的状态，如今他们都已经成长为强大的斗王。虎家和吴昊向他述说了盘门的现状，盘门的招收条件变得更苛刻，每年只收纳少数精英学员。吴昊与虎家解释了盘门与萧门的合作关系，让两者相互扶持，使得两个势力都得到了最大的保障。谈起盘门的成员，虎家表示每年有20左右的学员进入萧门，这对于提升萧门实力有着巨大的贡献。吴昊笑言，盘门的成员虽然不多，但都是内院的佼佼者，拥有极大的潜力。萧炎关心起萧门的未来，询问盘门的学员毕业后有多少能进入萧门。虎家透露，每年会有约20名盘门成员进入萧门，这种合作让盘门与萧门双方都受益匪浅。讨论过程中提到了学院对2个门派的支持，这使得盘门和萧门能够在黑角域中取得显著地位。萧炎对此表示满意，认为招收条件越苛刻，门派的凝心力就越强，成员会更加自豪。对话中有幽默，特别是虎家直言不满的态度。吴昊对萧炎充满敬重，而虎家则展现了对萧炎的不满，尽管他对于再次见到萧炎感到兴奋。会面后，吴昊建议萧炎见见盘门的弟兄，透露他们将萧炎视为偶像。在这群弟兄面前，萧炎受到了热烈欢迎，但他却没想到这些家伙居然疯狂到想要将他的衣服扯下来当纪念。之后，萧炎前往内院长老院，见到了苏谦大长老。苏谦了解了萧炎来迦南学院的目的，得知他中毒后表现出一丝担忧。萧炎提出要寻找异火解毒，苏谦表示内院的斗尊强者无法援手，而他们的任务只是守护学院，非生死存亡时刻是不会出手的。最后，萧炎决定再次寻找异火来解毒，